到我改变了。是，对，所以其实，在几段之后，我就决定，就觉得算了。就觉得又分手，后来在最后一次分手了之后，我就很深的告诉自己，就是你看吧，你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同志，男同志，男同性恋者，哇，你不会改变的。对，对，不要再试了。哇，对，所以后面这一段感情的发展，其实里面让我更深的进入到一件事情，是我不会改变，我不会改变。那这个不会改变又带回到原点了。对，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是，对，我到底要不要再尝试？对，还是我回圈子内？所以其实我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对自己的沮丧跟对信仰的失望，对，是很强烈的，很强烈。对，我真的一直在想，我干脆就离开就好啦，就不会那么困难，不会那么痛苦啦，我干嘛被信仰绑架？对，的确也有人跟我讲过，你就被信仰绑架啊。对，这也是我很想问的，就是说。对啊，那为什么还是会被绑呢？我的意思说，我其实目前我所接触到的很多能够从同性吸引者转成异性吸引者哈，我观察到我聊过很多的人，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因为他还是有一个所谓信仰，可是这个信仰就很奇怪，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教信仰信仰并不带给我们恐惧，对不对？这是确定的，并不会说离开这个信仰会有上帝的惩罚或者什么，没有，我们不是带恐惧，而因此选择不敢离开这个信仰。所以我很好奇，想问你，你自己有这样子的情感需求，虽然你也为了想要有后代，然后你尝试去找异性想要发展，可是因为呢谈恋爱嘛，就是说就像异性一样，谁谈恋爱一定就很顺利，所以谈恋爱无疾而终。可是，一般异性恋的至少不会多一个困扰，就是异性恋只会说那我再继续谈下一个。可是对你而言的话，反而它多了一个冲突，一个矛盾的强化，就是说会不会就是因为我没办法变，对不对？所以都已经加强了这样的信念，变成说你已经都行动过，然后又加强这个信念回去的时候。我就很好奇是什么，还是让你觉得你离不开信仰？就是为什么这信仰还是终究好像它比你情感需求来得高，来得重要？你怎么去看？我觉得某一些程度上是，这个信仰核心的一些理念跟价值，的确帮助我很多。你的意思说，你的生命也确实有因为信仰而改变、突破很多？是。对， Okay. 包括我自己怎么看我过去的人生，包括我怎么看我的关系 ，OK， 对，甚至包括我怎么看我自己，我觉得这个信仰帮助我很多。那另外一个层面，我觉得到了这个时间点，就是我刚刚所提的，我已经很强化我自己同性恋的这个身份的这个时间，还有另外一个负面的影响，就是我对所有关系都想放弃了。OK， 对，我觉得我不想再去试任何关系了。OK， 哪怕同性关系我也不想试了。OK， 我觉得太累了。是，所以我其实一方面信仰带给我的帮助是我所向往的。对，我所期待我能够一直在信仰里面得到支持，得到帮助。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对于情感的发展，对于亲密关系的发展，我已经想放弃了。OK， 我不想再发展任何亲密关系了。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就是说，那你觉得在信仰里头，就是说找到上帝哈？你会觉得这个上帝跟你的关系，他有填补了你找父亲的这个缺憾吗？有，所以上帝对你而言，他很清楚的一个形象。当然我们知道上帝是无性别的啦，有的人认为上帝像母亲，像圣经当中也曾经比喻上帝就像母鹰带小鹰，但是更多时候我们都讲阿爸父嘛，就是用一种父亲的形象去看他。你觉得上帝跟你的关系更像是一个父亲跟孩子的这样关系？是，所以对你而言，他有满足到你在找父亲这一点？我觉得我再具体一点讲，一方面是有满足找父亲的渴望，另外一个层面很有趣，对，另外一个层面我觉得是，我很想讨好他，想讨好上帝，对，像孩子一样想要取悦父母的感觉吗？我算是第一次有意识到有这个感觉，就是那个时间点 ，OK， 那个时间点有那么一点点像是我为了要继续从你那边得好处，是，所以我不能离开 ，OK， 那个信仰的法则 ，OK， 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 ，OK， 因为的确他给过我很多很好的东西 ，OK， 所以我不想放手。哦，我懂你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信仰只有让你在成为同性这个部分有一些冲突，或者说有一些挣扎。可是除此之外，你觉得你得到信仰的好处太多了。对。所以你会有一种觉得舍不得离开。对。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今天离开信仰，我可能失去更多。对。那我是不是一定非要只为了一个情感上的倾向，而放弃其他这么多？是类似这样的。对，可以这么讲。可以这么讲。OK。对。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信仰对你来讲还是非常的美好了。是。这个就让我想到，像最近查理克的太太嘛，就查理死了之后，他太太出来讲了16分钟的演讲，但是他
提到上帝的时候，他居然还是笑着说，他说因为上帝实在太美好了，没有因为先生的死而去埋怨上帝怎么会让这个事情发生，我就很惊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还是会觉得说，我干脆不然就是都不要，对，都放下，对，那都放下。让你怎么样呢？就是说更自在做自己了。我觉得这一件事情非常有趣，对，因为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过程，我还真没有办法进入到我现在的婚姻。哦，真的？对，怎么说？我觉得在后来就是我太太之前最后一段交往的关系结束之后，是对，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就祷告说，我说神啊，我就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我到某一个年纪之前如果我没有碰到对的那一半，对，我就决定为你独身一辈子。哇，真的信仰圣经有讲独身嘛？对，有人为主守独身一辈子嘛，就像神父修女。对，我就决定为你守独身一辈子。然后呢，也很有趣，到了我给神的那个年纪之后呢，我还真没有碰到。对，所以从那一天我生日的那一天，我就对外宣布，只要有任何人来问我说，韦恩啊，你怎么现在都？那时候已经30几岁了，对，不还没有喜欢的对象啊，要不要帮你介绍啊？就是一定会有一些长辈们就会关心啊，对，没有结婚，要不要帮你介绍？是不是都没碰到喜欢，还是你眼睛长在头顶上都看不上这样？对，我就有点类似像昭告天下，就是说你不要结婚。从今天我生日之后，我决定因着这个信仰，我一辈子守独身了。不要再介绍任何人给我，我也不会再去动结婚的念头，对，我也不努力再找另一半了，我就是好好守独身。对，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居然是带给我这个人全人整合的一个开始，身心理整合的开始，是因为我从这一刻开始，我突然发现我自由了，我可以真正来做自己。OK， 所谓的做自己，不单单只是说我可以好好的做我想做的事情，甚至连我这一个人的个性、个人的特质，我都可以不用去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因为从小其实你一直被贴标签，对，光是小时候被贴所谓娘娘腔啦这种标签，其实都会让我们对自己的个性是否能够完全的自在展开，是一种威胁，或者它这种武器，它提醒要很小心我们的个性的流露，可能是一种限制，对，或规范。所以你这个时候你感觉到你释放了，对，我就觉得既然我要守独身了嘛，对，我也没有要进入异性的婚姻嘛，对，我也没有要回到圈子里嘛，同志圈嘛，对，那我怎么做就是我的事啦。是，对，那你今天觉得我的声音、我的动作、我的方式太女性化，那是你的事啊，你的事，我做我自己啊，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我是个男生啊，对，我很肯定知道我生理上面就是一个男生，但是我就是这样的个性，我就是这样子很感性，可能很爱哭，很多的感觉。可不可以说，其实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时候才是你完整的接纳了你的生理特征？因为我讲生理特征仍然包含我的气质嘛，气质这种东西它仍然是生理的，因为它还是会受荷尔蒙啊，包含声带、声线的关系啊，对。可不可以说，这时候你觉得你完整的释放，也是因为你开始完整的接纳你的所有生理特征？对，我可以这么讲。我从那一刻开始，我才发现原来这是真正的我，而且我可以做真正的我。我可以不用再去在乎别人形容我说什么娘娘腔啊，是那么娘啊，动作那么多啊。对，我在教会或者是在一些场合，有些长辈还会说，那个韦恩啊，你的声音可不要那么高。可以低一点吗？对，我没有办法低呀，我就没有喉结啊，我喉结就一点点，我怎么低？我要低，我要用力讲话，我才有办法低。所以其实我才发现，原来在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一直困在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努力的做男人，或我要努力的成为女人。可是那个男人是长什么样子，女人是长什么样子，是停留在我的刻板印象里面，或者说他没有标准答案。对，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然后我还必须要去符合别人看我这个人是不是个男人或是不是个女人的样子，是对，所以其实那一次的决定带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这是我我好开心哦啊，我蹦蹦跳跳啊，或者我好开心哦，好像找到自己，好像找到自己。对，好像自己里面突然释放了一些过去我不曾好好释放过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点对我来讲有一个蛮重要的关键，其实就是刚刚立恩一直提到的，就是我好像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更努力的在学习撕标签。OK， 我开始去撕标签，我不用去在乎什么娘娘腔，不用去在乎什么女性化，不用去在乎什么不男不女。对，我觉得我可以好好的呈现属于我这一个人的个人特质，我甚至也可以更勇敢的去接纳，就是说个人特质没有分性别。是，你知道哇？你刚刚分享这个让我想到，之前我们影片在分享查理他过去生平有一段话哈，
他就说勇气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最好的美德，因为没有勇气你就不会诚实。我刚刚听你的分享，我有一个感动，就是说当你有勇气要开始做你自己的时候，其实也是你诚实的开始面对自己。你要撕标签也要很勇敢，因为你要刻意的勇敢去拒绝那个异样的眼光看你，对不对？这个免不掉。可是你越要去做，其实越有人会注意到你的与众不同。但是你却要勇敢的去面对人家看你与众不同，而不是在以前还要去躲躲藏藏的时候，那么那个是要勇气的。而这个时候勇气，其实你在开始诚实的面对你自己，是也可以说诚实的去真正的好好接纳上帝造你的所有的样子。是。哇 ，OK， 而且甚至我也才发现，在那一个时间点，我才有信心，我才比较自在的可以表达说，对啊，我有同性恋的身份。是，对，因为其实，在那之前要表达这个身份，我也不是那么容易。是，对。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放弃，我觉得当有人问我，或有我相对比较信任的群体的时候，我就不会觉得这个身份我需要去隐藏。OK， 我可以很自在地表达说，对啊，我受同性吸引啊，我一直以来就是被同性吸引的一个人。对，我才会讲说这样子一个整合的历程，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历程，没有这样的一个撕标签的放弃，我觉得我还会活在一个痛苦中。还有包括我后来也才发现，原来我对于跟异性交往也存在很多标签。那你经过这样子的放下感情，这样的沉淀之后，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就碰到了你现在的太太？我觉得在这一段过程，当我把我的重心可以专注在我的工作上的时候，其实的确我就没有那么多，就在面对自己这个同性恋啊、异性恋啊，到底要不要改变啊这些东西，其实对我而言就不是那么的有压力了。对，然后也让我自己里面似乎好像也多出了一些空间可以放松。是 OK， 对，可以放松。所以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我的重心就是比较放在我的工作上。我甚至在这段时间，我还做了一件我自己觉得我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去徒步环岛。徒步环岛？对，哇，整个台湾徒步环岛。对，我走了55天。走了55天，那我的妈呀！我人生中我都不觉得我会做得到这件事情。对，好久哎。对，所以我都觉得说，所以其实我后来才发现说，当我可以把一些它其实是我生命中一直缠绕我的问题放下来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多了一些时间可以去思考。其实徒步环岛，我觉得带给我一个蛮大的帮助，就是因为过程中就是自己在走嘛，对，你就有很多可以自我对话的时间。是在那个自我对话的过程里面，我就越来越整理出我到底经历过什么事情，我到底对于情感关系也好，对于人的关系、亲密关系，我自己的看法，这些东西就开始越来越可以比较清楚。是，后来就到了一个就是我的前一份工作，是对，就在那个工作里面遇到了我的太太。遇到你太太？对。那你当初是怎么样会被你太太吸引到？我必须要说，那一刻让我自己都吓到。就是我看到我太太的第一眼，还没有讲话，有讲话，就是稍微互动了一下之后，我的心里面开始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回事，是以前只有碰到喜欢的男生才会有。对所以说跟你之前在教会交往的姐妹的时候也没有过这种没有这么强烈的小鹿乱撞。对，而且它是强烈到一种程度，是我自己都觉得现在是怎样，这是怎么回事？是对，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是对那种被电到的很强烈的电到的感觉。哇，对，那你太太她也是基督徒？她也是基督徒，但是我记得你好像有说，她好像也是女同，她有过这样的经历，她有过这样的经历哦，对，她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她以前是也有跟同性交往过，对，哇，好奇妙哦。那你那时候是等于是应该讲你先被她吸引了，因为你都跟她讲没到几句，对，你就小鹿乱撞嘛，对，除非她比你快，对不对？据后来跟她聊，没有，没有，对，所以我先，你先，对。然后你就觉得很奇妙，这个感觉怎么突然这么强烈？然后呢，我的下意识反应我是拒绝，还拒绝这个感觉，拒绝这个感觉，因为我觉得不想再期待，也不是我当下会一开始是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感受，对，后来我会觉得说我不敢尝试。OK， 我不敢再尝试跟异性交往，因为之前有过2、3次、几次的经验，对，让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恐惧，就是如果我又进去这个感情了，如果失败了，对，我会不会就我的坚持就整个就毁掉了这样子？我懂，对，就好像有一种说你已经坚持是要完全独身了，
对不对？那又何苦还要留恋红尘？是，对不对？就如此就算了吧。对，所以其实我当时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OK， 我很单纯的就是同事嘛，就同事，就一起工作啊，保持工作关系，也没有特别要去什么进一步的交往啊，或厘清或澄清或什么都没有，是完全都没有，这样就他做他的，我做我的这样子。对，可是就是朝夕相处。对，可是就是你每天一定会碰到嘛，碰到那个感觉就是会一直在那里。对，所以其实对我而言是一个困扰。我认真来讲，对我而言是一个困扰，实在是让我会觉得说。我不想要，我真的不想要，拜托让我好好过完这一生就好了，不要再给我什么新的期待了。对，因为我里面就会很担心说啊，那如果我回应了，我又做不到，对，我又做不到一个男生的样子啊，我又做不好，我又分手了，又什么什么那些东西，其实是让我很辛苦的。哇，对，而且再来一点就是说，我后来也是从同事口中知道了，其实也有别人在追他。OK。对，而且是已经告白的那一种。OK， 对，哇，那我自己的是有让你更紧张，还是说更想放弃？那我就会觉得说，都有人告白了，那总要按照顺序来嘛。就拿号码牌是有先后次序的嘛。对，而且我也必须坦白讲，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的自我的整理跟觉察，我也才发现，其实我的自我形象不好。OK， 我的自我形象并不是那么健康，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比较里面，我不会是他的首选。对，我不可能成为他的首选，所以我也就不用妄想了，不用再痴心妄想了，都已经有人表白了，对，我就放着吧，就不用再多去想这些了，这样子，对，只是每一次跟他对话，有机会跟他，可能有些工作是只有我跟他的那种，心里面，可是我刚刚听你这样讲，我会觉得很好玩一点，说你刚刚这样讲的时候，让我完全听起来就很像是一个异性恋的男生碰到喜欢的女生的时候那一种忐忑。那一种不安，有一些小剧场啊，因为我觉得男生喜欢一个女生的时候，男生还蛮容易变得敏感，然后很多心思的小剧场。我听你的描述，我觉得好像我们男生喜欢女生会有的情况啊，就是一模一样啊。对啊，这是第一次有男生这样跟我说，真的，真的，我是第一个吗？对，因为之前没有人跟我提过，原来我这个感觉跟一般男生是一样的，真的是一样的。我跟你说，真的，男生一碰到那种。一眼就心动女生我跟你讲，那都是手足无措，然后语无伦次，你知道，才不会很 man 的在那边说，要不要怎么样？不会的，就是真的有一种进退两，就是说我不知道该主动还是该被动。那被动又知道，那就没机会。那主动的话就怕搞砸。我觉得一样啊，很像，你知道吗？真的，谢谢你告诉我，这是男生喜欢女生的感受啊。那你是如果说这样子，那又工作，然后你也想说好，就先来后套嘛，等别人。那后来是什么？他也开始注意到你。据后来我透过同事，还有透过他的表达，就是其实身边的有一些同事已经觉得，这个韦恩怎么感觉对这个女生的态度不太一样。那当然我很努力克制自己，不想让人家知道。可是已经有别的同事似乎好像嗅出一些奇怪的端倪，这样。然后呢，我太太也似乎好像觉得，这个男生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但是他也不是很确定到底我的立场是吧？对，所以一直到后来，我们公司因为有机会要成立分公司，那成立分公司我们都要一起下去处理，处理这些事情，要下去南下去处理。然后呢，我太太因为是南部人，对，然后她那一次回去呢，就是也想要回家一趟，可是她不太想自己回去。他通常都是希望有朋友可以跟着他一起回去。对，也顺便回去走一走这样子。对，所以那一次就很有趣。他就问了公司同事一圈，然后最后就问到我，就问到我说，韦恩，你那个也要回去，也就是要下去嘛？那第二天有没有？就是他赶着回台北，因为第二天我们休息。所以他只是好奇问一下，说我会不会留在那，还是说分公司成立完那个活动结束我就回来了。对，他只是顺便问一下，对，所以他就问我说，你会留下来吗？我也没想太多，跟他讲说会啊，因为其实我还蛮喜欢在南部，就是有机会在那边走一走、晃一晃这样子。所以，然后他接着就问我说，那你有空可以陪我回家一趟吗？还回他家？对，因为他回去拿东西。哇，小鹿又乱撞了，对。小鹿看不是我的小鹿，是万马奔腾。对，而且当下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他知道什么了吗？对，还是他读出来什么了吗？是之类的这样子。对。然后我当下完全不知道怎么回应，我也不知道我的表情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很惊讶。然后结果我给了一个很。现在想了一下，我也觉得我怎么会给一个这么奇怪的答案？然后你怎么说？那因为我是基督徒嘛，对，我就回他说，那我回去祷告一下。
然后当下回去祷告一下。对，当下他的反应就是这也要祷告。对啊，去就去，不去就不去，干嘛还要回去祷告一下？因为他只是回去，他拿东西回家就走了。对，然后顺便可以出去走一走，这样子，他不想一个人。不是你那句话，我看真的把心思都透露出来了。因为他就想。祷告，是想到哪里去了？要祷告一下。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啊。我没有过这个经验啊，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啊。然后呢，我回到座位的时候，我还在心想说，我在讲什么东西啊？就是真的就去就去，不去就不去，我干嘛没事回答一个这么奇奇怪怪的答案？所以后来我就忍了几天，忍了几天，还刻意不去找他。哇！还不找他？对，因为我怕他发现啊。对。后来其实他也说，他就觉得说你不来找我，我也觉得很奇怪，到底怎么了吗？是怎样这样子？所以隔了几天之后，是他主动来找我。就是说你被他这个邀请，你害羞到其实还不知道怎么回应，然后甚至不敢面对他。对。你这完全就已经是直男表现了，你这太直男了吧？这好，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哎！当下我整个人是慌的。对。然后后来他受不了，他自己来找我，他就说好，那不然这样子啦，就是交换个条件啦。对，反正就是你陪我一次，我陪你一次。对，这个概念他就是这样，他就觉得说让我有个台阶下之类的吧，就是让我不要一直困在那个好像。那他是也想制造机会跟你又有一次单独相处咯。其实我不知道。你那时候不知道？我那时候不知道。那后来我问他，他说他也没特别想太多。OK。他只是很单纯的觉得说，就希望有个人可以陪着他。对，他也没有想太多。是。好像要讲开什么感情或什么，就是很单纯。是。对，所以终究他觉得是我想太多。那他有没有想太多？他自己说没有。对，那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没有。OK。对，反正 anyway， 后来我就好了，我就答应他了，陪他回去家里拿东西，然后再一起回去这样子。对，只是回家那一段。对，回家那一段，然后在北上这样子，就这样子。那一段有促成了你们更深的认识吗？还是？我的意思说，听到现在那也是很单纯的事情啊。那怎么样后来会发展成两个人？你怎么跨过？就是说会变交往的？事情就发生在那一段。就发生，对嘛？我就想，不是这一段还是哪一段？对，事情就发生在这一段。对，因为我们后来就其实平常时间我跟他就算是很能聊的人。OK。我算是跟他在互动上聊天上面，我就是很自在。我跟他聊天就不会有什么隔阂，就蛮熟的了。对 ，OK。然后呢，要聊什么事情啊，互动什么事情啊，我也都觉得很舒服。OK。所以其实后来我们但你还是做自己，我还是做我自己。对。所以那我问一个，我感兴趣就是说，你认为你在跟他做同事的时候，他有没有觉得你有一些比较女性的特质？他会不会也感觉到你有女性特质？还是说你完全不 care 不想？我没有特别感觉他在我的这一块有什么回应。没有什么回应。对，那我也没特别去想这件事。但是你发现他跟你相处，他也很自在，很自在。我们就是自在。对，没有什么隔阂。对，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OK。我从来没想过，可能也因为那时候我很自在吧。有可能。对，有可能。对，所以后来就在火车上，反正我们在车站碰面嘛，然后呢就一起搭车啊，就是天南地北的，到处聊啊，聊东聊西啊。对。就聊到一个段落。聊到一个段落，聊到重点了这样子。对，聊到一个段落就休息一下了。休息一下之后呢，突然之间，他就开口了。哇，他开口了。他说了什么？他问说：“韦恩，你觉得我们有没有交往的可能？”真的哦，天哪，他先开口的。这是我完全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对，因为对我而言，可能我还是比较男生，我里面的确还是存在男生的想法，就是交往嘛，都要男生开口，所以我不开口就没事。对，我懂你意思。对，反正你只要不要做主动的，对不对？那女生反正应该是被动的。对。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对，所以我就一直想说，我就撑着，反正我就不要开口。对，没有想到他先开口，他居然开口了。哇，真的是。所以他的这个开口，让我整个人就当下有点后悔，为什么买的是直接到他家的自强号，中间不停的，不是区间车。区间车我还可以中间下车，有没有？赶快跑，就不要管了。真的。对，就是被迫在车上要开始跟他聊这些事。所以你们是在车上？在车上。那他也很会选时间、选空间呢。他也是很懂哦。那结果呢？当然，我也跟他表达了，就是说我一直对他很有感觉。很有感觉。对，那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有这个相同在性别认同上面有过类似的，他是女同，我是男同的这个背景，而且我们也都经历过一段很深刻的自我整理。OK。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很多事情真的就是聊得很透明。
哦，包括过去是什么样的男生会吸引我，那他也跟我分享什么样的女生会吸引他。哇，这么的透明的。对，我们几乎是完全透明的。所以其实你在跟他做朋友、做同事这个阶段，他都知道你以前的这些。没有，同事没有聊到，是在那一次。但是在同事的时候，我们有知道彼此的过去。有知道彼此的过去，但是没有到细节。OK， 是一直这一次。我们就完全敞开来，我就觉得那既然都要聊感情了，那我也没什么好向你隐藏的了。对那你想问什么随便你。是，对，那他也是一样的态度，就是我想问什么就随便我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什么都聊，包什么都聊，括有几个交往对象啊，然后呢那个喜欢的菜啊，对啊，我后来就发现说，其实当我可以这样子很自在的，连这个感情的部分都可以很自在的跟他聊的时候，我对于发展这个情感关系，我也很自在。对，没有那么多像以前，好像要像一个男朋友，是，或者是要预备自己成为一个丈夫，有那个各式各样那种刻板的印象，就是好像你还想要成为什么人才行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你刚刚提到说，其实你们在同事之间，你们就已经算是有友谊了，开始了，对不对？因为就能够互动聊天，很自在。然后你们其实那时候是没有刻意避讳，就是你们过去的男同跟女同的一个背景，对。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哈。你跟他的友谊里头，你其实很自在，是。所以当他提出了想要进一步感情的确认的时候，然后你也其实就发现说，在感情中还是跟做朋友的时候一样自在。对，没错，没错。哇，太棒了，这太美了。而且我其实后来也才发现到，那个时候我昭告天下我要守独身这件事情，把不管跟同性或跟异性的这个情感的期待，也在那个时候就放掉了。我发现我的心里面，我里面对于情感的感受，多出了一些空间，可以去体会不同的情感的类型，就是说。不要刻意去把自己设定在我一定是同性，反而你单纯发展人际关系当中的时候，你也就是说可能更欣赏，有一些欣赏的角度从异性来的，也会发生出来。对，就会变成是好像那个部分我就有空间可以去感受，这个吸引是什么？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感觉？这个女生为什么会这样子让我这么小鹿乱撞？是，然后到底是她的什么特质，或她的这个人有什么样的能力，或是什么东西外在或什么，让我可以去感觉到说，哇，她好吸引我，让我很可以去感受这种感情的存在，这样子。对，因为在以前我自己会觉得说，的确我没有办法否认，就是同性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的关系，它的确会怎么讲？你要说标签吗？我觉得它有某种也像一种标签，或一种眼镜，会放在我前面，对，让我在看关系的时候变得是有一些带有一种自我的偏见或认知先入为主的一个认知。OK， 对，会觉得我就是只能跟同性，我没有办法跟异性。是那个先入为主的认知在那里的时候，我发现我就没有空间去感受说今天有没有可能异性所给我的吸引力存在。对。哇，那我问一个关键问题，那当你在这个就是说感情上面互相彼此确认的心意嘛，那你们后来交往一直到结婚的时候，在交往当中有出现过所谓的性的吸引力吗？没有。哇，没有，完全没有。你们在确认感情，后来到步入婚姻，大概中间隔多久？不到一年，大概7、8个月。7、8个月，但是在这7、8个月当中，不会有那个性方面的，完全没有。那你那个时候是怎么看待这种情况？你确实跟他变成公开的男女朋友了，对不对？感情上面其实互相都有了依靠，但是你又察觉到说没有就性的那个需求的吸引，那这个会困扰你吗？那时候？这一点我其实就非常感谢我太太，因为她问过我好多次，特别到后期要准备结婚了，是她问过我很多次，因为她也想要有小孩。对，那怎么办呢？我就只能跟她讲，我说我试管，sorry，我觉得我也不想隐藏，对，因为我们都已经这么坦白了，我就跟她讲说，没有，就是没有感觉。然后呢，我也很直接跟她讲说，我们是基督徒嘛，对我自己没有办法接受所谓的婚前性行为这件事。OK， 对，我不想试。哇，好不容易哦。对，然后呢，你愿意为了信仰，你宁可不要尝试这个。因为我也跟他说一个事实，我说如果试了，我失败了怎么办？是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感情？对，还有影响我自己。我觉得除了影响感情，也会影响我自己。是，因为我会觉得，你看我还是没有办法。
哦，对我还是过不去。我懂你意思。对，你不想要再去勉强你自己，好像必须要做到什么，是对不对？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你也很呵护你们的感情，你宁可就是说，哪怕过柏拉图式的爱情进入婚姻，你其实心理准备是你可以。是，就是说我不信没有关系。应该是说，我也跟他讲说，我说我不会放弃尝试。OK， 我不会放弃。对，但是要等婚后。对，但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信任彼此，我们也愿意透过婚姻来定位我们彼此关系的话，对，我的信念就是结了婚之后，对，我们再试，这样最起码对我而言，我知道有一个婚姻在那里，对，我不会给自己有个退路。对，我不会给自己有个退路。这一点我觉得你提到一点非常棒。之前我做查理克克影片，谈到一个叫做什么是女人的时候，查理克克其实也有说为什么他不建议婚前性行为。其实很多这个年代的人看都会觉得说这个很传统、很守旧的一个想法，但是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希望我们之间的感情以及我们要互许终身的承诺，要因为性这个东西来决定。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说为什么不要用婚前性行为作为一个试探？难道你们的性生活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一下那么和谐的话，这个人就不值得互许终身吗？好，对不对？如果真的这是一个诚挚的感情，好，对不对？就是跟周星驰讲的一样嘛，哈，对不对？一个诚挚的感情放在我面前，对不对？我要说的只有我爱你，然后10000年就好了，哪有什么还说先看看性生活美不美满？就是性，我同意它对于夫妻关系是一个影响，可是它不应该是全部啦。好，所以哇，我很佩服。所以你跟他谈，他可以接受，他可以接受。他也可以尊重说，那就先不要去试婚，就是所谓的先有性行为。是 ，OK， 是，哇哦，我觉得，所以我很谢谢我的太太对我的接纳。对，因为的确对男性而言，对，特别是男同而言，这一次的确是一个关卡。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关卡。因为你知道，我必须说，坦白说，交往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会有很大的结婚冲动，是真的可以在对方身上有性冲动。好，就真的会觉得对他有那个感觉，我有那个性的冲动，才会更确认说，我愿意进入婚姻。虽然并不是说尝试婚前性行为，但是那个是一个能够决定的因素，所以我会觉得很了不起，就是说，因为你已经爱他了，然后他也愿意，哪怕他可能还是会觉得他也有那个需求，对不对？有时候谈到这个点的时候，其实就像刚刚英语所提到的，包括查理克提到的，对，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如果单单的用性来评断说这个关系够不够亲密，对，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个挑战有一点太多了。OK， 对，因为我自己坦白来讲，我不是没有性经验的人，对，那个发生性行为之后的那个我，其实是很需要被 take care 的。对，我觉得男人真正最需要被 take care 的时候，其实是在性行为之后。是，我懂你的意思。而那个时间点，其实对我来讲是最脆弱的时候。我懂，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多半没有那么太鼓励自慰手淫这件事情，因为当你单独去产生那个愉悦的时候，往往你后面伴随的其实是需要有一个人是那时候能关心到你的情感的，对不对？有时候手淫的问题就在于说，你后面你会感觉到一种孤独，而那个东西是没有人在身边的时候，不然会有一些潜在的一些不好啦，一些问题。因为我会这样子说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的确有一段时间。蛮被手淫自慰困扰的，对，因为我没有单身都会，对，我相信那个困扰其实的确也会造成我生活上面的挑战，对，有时候会变比较消极，会变比较消极，而且看色情影片的频率会变得很高，对，所以慢慢在面对这个性别的议题，特别这个同志的议题的时候，其中一个我也要去面对的就是性的这一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很不容易，就是因为男生你看。还是会有性需求，你并不是没有，并不是说你完全奢望过无性生活，可是因为你珍惜这个感情，你愿意跟他走入婚姻，哪怕你知道说可能目前你还没有把握，没有一点确据说你们会不会有性生活，但是你还是愿意。我觉得这一步真的是一个冒险，也是一个勇气，而且最棒就是他也尊重并且接纳配合。等于说两个人就是要一起冒险看看啦。对，就是真的是这样子。这真的是要一起冒险。对，你可能已经改变的是情感上的吸引力，但是生理上并不一定同时发生这个改变。对，我其实更想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情感的生活当中，我的确找到了对的那一个部分。对，而且那个对的部分是符合我所期待的 OK 的关系。那能不能再说说？那结婚之后，一定开始就会出现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得。因为他也想要孩子嘛，对，那你想，所以你们要尝试，
那顺利吗？不顺利，非常不顺利。怎么办呢？因为我里面会对于最早的那个经验，对我的身体的经验就是同性的那个性愉悦的经验，所以你要我怎么去立刻马上就对异性有这样的性愉悦的经验，对。可是我后来也才慢慢觉得有一件事情，可能也跟我的个性有关吧。我个性有点虐，很倔强，就是我既然已经都走到这一步了 ，OK， 都结婚了，我就要试。OK， 对，我就要努力。就说你其实是很积极的啦。对，我们两个在这个很积极的过程当中，我慢慢发现一件事情，是我每一次在跟他发生在这个性关尝试的过程里面，我似乎可以重新去体会性的感受是什么。OK， 我开始可以重新试着去体会那一个性的感受，好像那个性的感受不见得一定就是只有跟同性可以。OK， 对，好像跟异性我也可以尝试让自己放轻松。去体会，怎么样在异性的身上，我也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满足。对，直到后来有一次真的成功了之后，OK， 真的，我觉得那一次的成功也让我很惊讶。从那一次之后，我里面开始发现，我对于跟同性的这个感受的需求度开始在下降。哇！就是跟你太太成功了一次之后，你突然觉得好像同性的性吸引力变小了。对。同性对我的吸引没有消失，但是至于要走到性的，没有立刻消失，对，没有立刻消失，对。但是至于走到性的这一个部分，跟以前的强度不一样了，对，整个强度是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那同时变成说，你对太太这部分的兴趣就越来越多了，会嘛？因为成功了嘛，就会觉得那很美好，很愉悦，就会希望可能哪一天对不对？趁着有空的时候不累的时候再来发生看看，对不对？对，就会有这个期待了。是，哇，是，然后就变成越来越会，等于说我们常讲说，上帝给男生一个性的很重要，就是要男生能够痴迷在一个女人的身上嘛，能够以这个女人为满足嘛，对不对？这就是一个上帝设计一个心意，就是可以让一个男生专一嘛。是，所以你真的开始越来越觉得，哇，跟太太这个部分是一个很棒的经验，然后很棒的一个经历。是，哇，所以其实我也才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原来男人在性感受的这个事情上的影响力是这么的大。原来过去的性经验的确会影响很深，影响一个男人怎么看性，怎么发生性关系。对，我也才真实的体会到说，原来这是真的，就是性的确是一件需要很谨慎的事情。是，对，一个不小心你可能都不知道被什么样子的感受或期待给绑住这样子。那你会觉得，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最早聊到，当你跟你太太在关系过程当中的时候，你也更同时觉得加强了作为男生的，让你自在的作为一个男生的你的各方面的这个有，就让我自己真的觉得，对，我就是一个男人啊，对，我是一个这是不会改变的一个男人，而且更深的去体认到我的男人的这一个性的满足，仍然可以从女性身上找到。对。那个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所谓我们讲的性欢愉的东西，它是一种，它也恢复成一种身份认同，是没错，对不对？没错。而且我觉得在这一段交往跟婚姻的过程里面，我太太也因着她对我的接纳，对，让我自己这一个男人的整体形象，包括我的个性、我的特质这些部分，它不再成为我的一个很大的困扰。OK， 过去它会困扰我。OK， 因为他好像是个好像不是人家眼中的男生，对。可是我太太这样子对我的接纳，反而让我这样的特质有了新的诠释。对，有了新的诠释。在他眼中，你就是一个男人了，是对不对？是哇，对。而且更有趣的事情是，有机会会跟他的朋友或跟一些女生分享我们这一段过程的时候，有些女生还会回馈我说：“你知道吗？你这样的男生才是很多女生喜欢的。”我说：“真的吗？”因为比较细腻，对，然后也比较敏感，会察觉到女生心里面变化的一些第一时间，对不对？对，确实啊，女生就很多就希望男生都是比较温柔体贴，是比较细腻，是。所以我也后来才开始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个人特质就是个人特质，是这一个人他有这样的特质，他就是有这样的特质。所以刚刚听这个维恩你讲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也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我觉得你的心路历程，你的人生，我们刚刚聊了这么久，这样一路慢慢这样聊下来。我会感觉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回到一个原因，就像你刚刚讲，就是说特质没有分男女。换句话说，到最后仍然唯一取决在于就是你的生理，你是生理男性，你是生理女性，
这个部分我们如何的能够完整的接纳自己，包含说你不要再用一些别人的眼光去否定掉你的生理特征，否定掉你本来就是一个男生，好像人家觉得说你不像男生，那因此就从小会觉得说，那我就不是男生，我是不是可能应该是女生？你认为其实那些都是在于没有真正完整的接纳自己的特质，是这样说吗？我觉得更直接的来讲，就是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存在着性别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我觉得这些刻板印象存在有它的目的，社会上有它的目的，对，有好有坏，有好有坏。对，那我觉得在面对性别议题的这个过程里面，性别刻板印象本身，我自己就是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刻板印象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快速建立关系。因为人跟人的关系有时候需要拉近，对，刻板印象会是一种方式。对，就像我们男生有时候交朋友就一定要来个，hello 哥们，怎么样？对，或者是像说今天你要接待一个从泰国来的朋友，对，你会说，所以你吃辣吗？对，你是不是吃酸吃辣这样子，很爱吃酸辣？可是所有泰国人都吃酸吃辣吗？不尽然，对。可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们有了一个开头。有了一个对话开头的一个方式，对，同样的，我觉得性别刻板印象的存在，其实它有一定程度的目的，对，但它不应该成为结论。OK， 对，不应该去定义，就是说我们不能用一个角度去完整定义说什么才是男生。对，特别我觉得在我们讲个性或说气质这个部分上，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那些气质，男生他可以有很多种，很多的类型，没错。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他是生理男性，他是生理女性，而我们只要完整的接纳这一点之后，你就照你的那个生理的特质去活出你自己，对，不要去否认掉你的生理特质。是，好，因为我觉得好像刚刚听起来，觉得对你很大的关键点就是你最终并没有去否认掉你的生理，对，天生生理，而且你愿意用这种角度去看你自己，说我就是这种男生，对，然后我活出很自在我这种男生样子，我就吸引到了一个那样的女生，对，尽管别人看可能角度都不同，对不对？所以真正去做你自己，接纳你自己的特质。我觉得你证明那点就是，终究会有一个异性，在他的眼中，你就是男生，对他也没有差别，你就是一个如外观所看到的生理男生一般。你的特质怎么样，在他来讲话，他会觉得很正常，很 OK 啊。好，然后可以建立感情，是。然后没有想到你还能够从这里面居然突破了，就是所谓童年早期的性愉悦而造成的给你的一个烙印记，而这烙印记也能够打破，是。然后变成你跟异性享受了一个。这个性的美好是，然后后来就生下你们的第一个宝宝，是男生5岁，哇！我看到他，我自己也很惊讶，真的，我第一次我还记得他出生那一天，对我就抱着你变父亲了。我觉得男人真的比较后知后觉，在有小孩这件事情，是，因为毕竟不是自己怀的嘛，对，要到那一刻他抱在手上，你才会发现原来我是爸爸了。我真的印象很深，我那一天看到我儿子从产房这样被抱出来放在我面前的，然后我叫他有反应的时候，我当场整个爆哭，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说今天我真的可以拥有一个由我跟我太太孕育的一个生命，哇！而且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长到现在5岁这样的，非常能理解。对，所以其实这个历程我真的觉得，我一直到现在啦，现在5岁了，对，但是我都还在经历。是，对，是，但是哇，我觉得真的很棒，你的分享也。因为我以前我就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我觉得一个人最健康，他应该是接纳自己所有的一切，不论你心理倾向是什么，不论哈，就算好比说我们常常讲说，同志他是接受他的心理倾向、情感倾向，可是也看到其实很多同志他是同时他就因此而排斥他的生理。或者说对于他的生理现况不是那么的满意，重视，对，就甚至极端就是想要跨性别嘛，是，所以我一直觉得这并不正确，因为如果说你连你自己的天生生理都没有办法接纳的话，你怎么能说你真的是做到完全接纳、完整的接纳自己？是，而完整的接纳自己是可以接纳你的生理，同时也接纳你的一切，不管别人贴的标签是什么，你都接纳的，你是在做自己，哇，然后就很奇妙的在你身上反而。仍然可以对异性有感觉，情感上有感觉，最后生理上有感觉，然后就实现了你最想要就是自己的孩子，然后你的太太也最想要实现这一点，也都满足到了，是，这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啊。好，但我不是说每个人一定都能够有，因为人生实在太多的机缘巧合太复杂，但是我们不应该用一个好像世事无常，我们就去否认掉说这不是我们应该去羡慕的地方吗？我会觉得这就是值得羡慕的。好，这就是值得羡慕。无论这个事情会不会一定发生在我的幸福身上，可这就是最好的。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过程当中，
你所经历到的这些变化，然后我们怎么去认真的去看到，就是人仍然有改变的可能，但这改变不是说为了要改变而去做，而是从你放下一切，你只想要接纳自己，活出自己的时候，包含接纳你的生理性别的时候，哇，这个不可思议的改变就居然发生了。对，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来，自己在这个性别议题当中一直来来回回的时候，我的确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在面对这个时代的性别，因为现在大家都可以很自在的用自己所觉得舒服的方式来称呼自己的性别嘛。可是我自己会更觉得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会不会又过度的强调某一些性别，以至于又产生了更多的刻板印象？没错，以至于我没有办法撕掉刻板印象来看我真正的自己。我真心觉得对你讲的是对的，因为我觉得当你越刻意的要去否认掉一种别人的刻板印象的时候，你可能在塑造一种新的刻板印象，对不对？你总要证明说我不是你们眼中那种刻板印象的时候，你就又形成了一种形态，就像我们讲 LGBTQ 的，包含 queer 酷儿，他们所塑造出一种形态，好像那样子就叫做酷儿或者什么，可是就像你今天的分享，我们不应该刻意为了用某一种的意识形态去抵制另外一个意识形态，因为那终究不见得你在做自己。好，那你完整的做自己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完整接纳自己，你清楚的能够完全接纳自己的生理，这个是值得去思考的点。很多 LGBT 的团体，他会为了要打破刻板印象，他会就是选择不接纳自己的生理性别。我们讲包含动手术，我一直认为跨性别，在我来看，就是我不认为那是完整接纳自己的一种表现。好，因为你终究想改变的是一个你天生就有的东西啊，对不对？那完整的接纳应该就是接纳所有的一切我们的天生，对不对？人为的东西，人刻意的去改变的东西，那就不自然了。好。那怎么去说我强加的改变，那就反而是一种接纳的，好像我要把我自己塑造成某一种机器人，我才能接纳我，很奇怪的，我要打造成一种人才能接纳我，这也是在我来讲是说不通的。对，没错，我认为这是不合逻辑的。其实像你刚刚所提的这一个点，应用在我的经验上面啊，如果今天我要努力的把自己打造成异性恋者，我可能就不会进入婚姻了。没错，刻意的要打造成一些也不行，因为你在气质、在心态上，你都一直在强迫你自己做那不是你的样子，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就变成，其实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在心理上面的东西刻意的去压抑或者怎么样去改变自己的心理，但同时我们也要很小心的去注意说，我们有没有因为心理的认同度，而就又反过来想要改变自己的生理，那都不对，对不对？那对自己都不公平，都不公平。你讲得太好，因为其实你用心理的方式去改变你生理的现况，其实是对你这个身体的不公平。因为你的身体有它运作的机制，有它一个运作的机能，你强加一些不需要的改变，其实对它而言会是一个负担。那同样的，你硬是要用生理的一个概念去强迫你的心理要变成什么样子，其实这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你就有你自己这一个人专属的生命的经验，有你这个人的大脑的结构，有你自己成长过程所学习的个性，那 MBTI 都可以不断发展出更多的细节，就代表人没有办法用绝对的标签来定义你是谁，唯一的标签就是你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我自己有时候在跟很多人分享我自己生命的历程的时候，也必须很坦白的讲，我就是一个受标签影响长大的人，而且是受性别影响标签长大很严重的一个人，对，以至于当我现在要去撕掉这些标签的时候，某些情况下的确是辛苦的。所以，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现在对你而言，性别它的答案会是什么？你认为只有男女两种性别吗？我个人的立场，我会觉得，当我们在谈性别的时候，仍然是只有男跟女，因为这是没有办法脱离的生物性事实。对，因为染色体决定了，染色体就真的已经决定了你这一个人就是男是女。对，哪怕今天有些时候会提到所谓的基因变异，对，有些人的性染色体是有状况的，对，那个确实是极少数，对，那比例太低，它不是自然分布的。而且回归到一个相对的现实层面来看，虽然他的基因有异常，你也不能否认那个基因还是影响了他。那个基因纵使再怎么异常，它仍旧影响了他这个人。是。回归到一个很实际的层面，就是我要怎么看我这个人。有些时候客观的事实是很重要的。OK。对，那生理性别相对而言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对，在这个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下，我才有机会去厘清我在面对什么议题呢？哇，说得太棒了，真的耶。所以我会觉得 LGBTQ 对我而言，我只会觉得那是一个我在生命成长过程当中
出现的一个状态，它不会是我用来定义自己身份的一个标签。是，对，因为就像有时候有些人会问我，那你现在是异性恋了吗？是，有些人这样问过我。对，那我的回答就是，我现在还是会被同性吸引，而能够跟我发生异性关系的只有我太太。是，请问这样是异性恋还是双性恋？对。我自己在看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的时候，我会更期待的就是，今天既然我们都在努力的定义自己是谁，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把一些标签先撕掉，对，好好的整理自己经历的一些脉络也好，或自己的需要也好，就好像你说的早父亲，对，这些童年的原生家庭的东西，其实都应该要整理，这个其实不管你要进到任何的亲密关系，你都有这样的整理，其实对于进入亲密关系是一个帮助，是一个很正向的帮助。就像我们也都知道，有一些家暴成长的孩子，他最不希望自己以后的家庭是家暴家庭，可是他却成了家暴者。对，为什么？童年的经验有一些东西带给了他一些模仿或者是阴影。对，或者是他成为他的自我保护，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对他有影响。是，那这些东西需不需要在面对关系的时候要能够意识，并且能够有一个合适的处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重要的。是，可是当我们困在某一个标签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忽略，原来有些东西会影响我，是，会造成我看我自己不是那么的准确。是，就像我如果从小到大都戴着墨镜看自己或看世界，我永远都会觉得这个世界是黑黑的。可是当有一天我把墨镜拿下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是亮的。那个时候你才有机会看到不一样的自己啊，你才会有机会发现原来有一些你看自己是看的不是那么准确的。是，哇，今天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棒，我真的很开心。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么一段，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真的是收获满满？伟恩跟我们的分享，我觉得已经不是只是单纯好像在分享曾经的一个 LGBTQ 的人的一个心路历程，这甚至是我们所有每一个人都可以重新去思考是怎么样塑造我们今天，然后成为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好在情感当中的关系也好，各方面也好等等。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真的非常棒，非常有意义。那也希望呢，各位朋友，如果你在收看这一集，你自己觉得这个可以帮助很多你身边的朋友，好，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这方面的困扰的话，那都希望你可以把这部影片多看几遍，或者是分享出去。OK，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伟恩今天这么敞开的来跟我们交通，很开心很开心。好，那我们就超级神队友下部影片再见哦，拜拜拜拜。Is Christ alone, our hope now forever.